对，我换车了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在上个月呢，跟 Ivy 跑了趟南横之后 ，Ivy 说了这么一句话：“我可以换车吗？”那我把大鸟退掉了。什么？你买大鸟了？没有。大家听到了哦，他帮我买了一台大鸟，下次我就来帮大家开箱大鸟。下次骑车出来的时候就要骑大鸟了。再见了，我的爸爸，陪了我10年的好战友。我会不会刚刚说拜拜，然后他打就屌起来？会啊，不要啊！当时没有想太多，没想到就在那几个礼拜以前，乱入了北宝马车队的出游，来花莲2天1夜的小旅行。参加这种活动，想都不用想，其他人一定都是骑大鸟啊，就我骑着陪伴我将近10年的 F800R。看，还有我，就只剩我，大家都骑大鸟，怎么回事？然后就只剩我还骑着这台10年的 F800R， 没关系，大鸟等着我，迟早会换的。跟着车队骑，说好的 RV， 我怎么样就是追不上。要不是他们骗我讲 RV， 那肯定问题出在我这边。该不会就是我现在骑的这台车吧？说好的 RV 呢？根本就没有。带着这样的疑问，无意间让我听到了有车友要卖车，而且是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超甜价格。于是就这样，课成交了。成交。坐高铁来的呢，我有40倍嘛，我有100倍啊！哦，你够好呢！哦，我买了一台1200大鸟18年的。耶！唔加酒加紧的，加酒加紧。刚刚无意间只是先走去上厕所，听到有个车友他儿子要卖一台1200 GS 2018年。2018年重点是它有 TFT 仪表，然后呢跟1250的差别就只是没有可变气门，其他的几乎一模一样。出来跟车队骑车，买到一台1200 GS 大鸟，重点是45万，这不出手不行。成交，接下来再跟大家开箱这台车。这一次呢，入手的车就是2018年的 R1200 GS， 而且是末代有 TFT 仪表版本的款式。就让我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选择的是上一代的 R1200 GS， 而不是 R1300 或是 R1250 呢？我终于把我那台 F800R 卖掉换车了。那台街车啊，其实非常好玩，双缸的那种拉转的感受啊，传统链条，然后没有任何电控那种直接的机械回馈，骑起来真的很轻松，很过瘾。不过啊，随着骑车的胃口啊越来越大，想要跑得更远，甚至有时候想要在这后座骑得更舒适，换车的念头啊，其实很早之前就跑出来了。所以啊，最后我签的是这一台2018年式的 BMW R1200 GS，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末代水鸟 TFT 版本。我想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通常是，既然都要换车了，都要换大鸟了，怎么不直接签最新、配备最满的 R1300 GS？ 再不然选上一代的 R1250 GS 好像也比较香啊。今天这支影片呢，我不打算背任何书单，也不念任何的官方规格，我想用一个小影片的时间，以一个理性消费者的角度啊，掏心掏肺来跟大家聊聊，为什么2026年的今天，我依然觉得这台2018年的 R1200 GS 才是大鸟家族里面 CP 值最高、科技最刚好的选择。在我们聊最新跟最旧的对比之前啊，我们得先花大概2分钟的时间，稍微理一下 BMW 的这个大鸟家族到底是怎么演变的，这样你才会明白为什么这个2018年的这个年份，我觉得才是最刚好、最神的。大鸟历史呢，要从1980年的 R80 GS 开始讲。那个时候呢 ，GS 中间其实有个斜线，设计的非常粗犷，基本上呢就是一台为了跑卡达拉力赛而生的双缸越野车。它不仅开创了多功能冒险车的这个集聚，也帮 BMW 留下了2个传家宝：水平对卧、Boxer 引擎，还有轴传动。
到了1990年代 ，R1100GS 出现了，这时候大鸟迎来第一次科技大爆炸。BMW 呢帮它装了专利的 Telelever 前悬吊，解决了重型多功能车刹车会严重点头的痛点。大鸟呢也正式从纯越野变成了长途旅行的公路霸王。后来呢，就是在台湾逐渐露出头角的有鸟时代，也就是 R1200GS 空有冷版本，它把车重大幅的减轻，还加入了早期的电子避震。直到了2013年呢，大鸟迎来了彻底的革新，也就是水鸟 R1200GS LC Liquid Cool， 引擎呢改成了水冷，离合器变得更轻了，动力也变强了。重点来了，从2013年的水鸟发表，经过了5年的市场考验，修正了各种小毛病，到了2018年，这颗水冷的 Boxer 引擎的妥善率、热管理和变速箱的滑顺度、科技感已经到达了完美的完全体。而且刚好在这一年 ，BMW 把他们全家最厉害、最成熟的数位全彩仪表还有电控一次补满。那我们来聊聊为什么我没有选1250或是1300。我们拿接班的 R1250GS 来说，它最大的升级呢是 Shift Cam 可变气门，马力大了一点，低转速的扭力确实变得更饱满了。但是老实说啊，我觉得在台湾这种道路环境，不论是跑山还是环岛，1200的125匹的马力早就已经过剩了。更重要的是呢，当你跨上1250，你眼睛所看到的6.5寸的 TFT 仪表萤幕，屁股感受到的那个 Dynamic ESA 的动态电子避震，还有整套防倒车的弯道 ABS， 它的电控大脑完完全全就是沿用这个2018年的 R1200GS 的架构。为了平常很少有机会全开的可变气门，去多花10几、20万的世代溢价，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划算。那最新的 R1300GS 呢？1300GS 的科技真的很厉害，车子变轻了，多了自动降车高，甚至还有前后雷达 ACC 自动跟车。但这就是身为我一个比较理性的消费者的角度，也会比较顾虑的地方。当一台这个多功能车要带你上山下海、长途远征的时候呢，电子零件的密度高到像一台地面的战斗机，它到底带给我的是安心还是焦虑？当我今天在荒郊野外的时候啊，或者当我正在高山上面享受骑乘的时候，我最需要的呢，其实是机械的这种信赖感。R1300GS 的科技感真的非常前卫，而且它又是初代，万一雷达干扰，或是车高调整模组，或是有什么问题，电控有什么问题，在路上完全拿它没辙。相反的，我们看一下这个2018年的 R1200GS， 它刚好卡在了一个黄金的交叉点。它有现代化的漂亮萤幕，还有顶级的安全电控，但又保留了纯粹扎实的机械信赖感。既然我们说它的科技够用，那我们就来点实质的，看看这台车上的几个核心配备，为什么放到今天，我依然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神级的规格。第一个是这个6.5寸的 TFT 的数位仪表。在2018年以前啊，大鸟是用传统的指针表配一块小小的黑白萤幕，资讯非常杂，在大太阳底下看的其实蛮吃力的。而2018年所改款的这个全彩萤幕啊，它的选单逻辑和对比度做得非常好，就算大中午骑车也看得一清二楚。最厉害的是这个左把手上面的这个神奇小滚轮，你的手完全不需要离开把手，滚一滚拨一拨，就能够直接看到胎压、机油温度，甚至调整音乐。这个设计用到现在啊，依然是重机界最好用的操作系统之一。第二个呢是这个 Next Gen Dynamic ESA， 也就是所谓的更新一代的动态电子避震，还有一个自动载重补偿的功能。避震器自己会去感应车子下沉了多少，不论你是自己骑出门通勤，还是周末载着老婆，后面装着3箱4天3夜的行李出游，只要一发动，它会在几秒钟内自动的把平衡做到最好，把预载调整达到一个完美的水平状态，再配合它每秒几百次的微调的阻尼啊，骑起来就像是在魔毯上面。你的骑乘三角不会因为载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，真的非常神奇。第三个是专业的骑乘模式，还有它内建的6轴的一个感测器。这台车啊，再插上一个所谓的红接头之后呢，就可以解锁进阶的制定模式，像是 Enduro Pro 或是 Dynamic Pro， 甚至呢，它还配备了所谓的弯道 ABS Pro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今天在山路过弯的时候，万一前方突发状况，你需要急刹。一般的车呢，很容易就因为急刹，然后就直接直立起来了啊！这其实在当下非常的危险，甚至会直接锁死倒车。但这台车呢，会根据你当下的倾角，
精准的去分配你前后刹车的力道，帮骑士保留了极大的容错率。动态循迹系统抓地力控制也非常的细腻，是默默在背后保护的一个隐形神盾。第4个呢，就是进退档快盘，这个功能其实放到现在很多重机依然是没有的。这个功能可以让你在起步和停车之外呢，换挡上完全不需要拉离合器，降档还会自动帮你补油，发出非常热血的补油声。虽然呢，这个 BMW 的 Boxer 引擎的快排脚感比较硬一点，不像日本4缸车那么的绵密，但是在长途骑乘下面啊，它真的可以解放你的左手还有你的酸头感。那么从 F88R 这种标准的街车换到这么大台的水鸟，物理体感上面究竟有没有什么差别？绝对有。最惊艳的绝对是前面讲到的 Tailor Lever 的前悬吊。也就是这个不成头的魔法。以前我们在骑街车啊，大力扣前刹下去啊，前叉一定会大幅度的下沉，整个人重心会往前冲。如果有载人时的话，重心也全部都会压到你身上去。骑长途呢，就非常容易累。但水鸟因为前悬吊的特殊结构，它把转向还有避震器分开了。当你今天重刹准备进弯的时候呢，车头几乎是平平的下压，车身稳到不行。而且虽然这台车啊，重量高达244公斤，比我的 F88R 足足重了快要40公斤，听起来很吓人。但归功于这个 Boxer 水平对握的引擎啊，让这台的重心非常低。车友间谣传说骑大鸟就是躺着过弯，完全不夸张，身体躺进去，大鸟就像轨道车一样，压多少给多少，灵活到不像是个公升级的车。这种安心感会让你在过弯的时候信心翻倍，就算是市区骑乘也非常的轻松。总结来说，买车不一定要追最新的，当科技带给你的安全感和便利性已经完全饱和的时候，我觉得盲目追求最新的世代，往往只是在帮车厂的科技的溢价在买单。而我这次入手的这一个 R1200GS 的 TFT 版本呢，就是站在那个机械成熟度和现代数位科技最完美的黄金交叉点。最后，如果你看完这支影片呢，也跟我一样被这台末代水鸟 R1200GS 圈粉了，开始在二手市场找车的话，一定要找有 TFT 仪表板的版本。2018年呢，其实是新旧款仪表板替代的一个年份，市场上面有极少数的2018年出厂的车，但是它配备的是旧款的指针表的车型，配备呢跟二手行情差非常多，千万不要买错。同时呢，也要拿手电筒照一下后避震器，看看有没有漏油，因为这根避震器啊，如果坏掉的话，原厂更换的费用真的非常惊人。基本上呢，这台车只要在正常保养，绝对是非常耐用的，这点完全不需要担心。买车的最高境界呢，不是买最贵的，而是清楚知道自己的需求，并且在 CP 值最高的位置果断出手。希望今天的经验分享啊，能帮正在纠缠要换什么车的你，找到一台属于你的车。好了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这部影片，记得帮我点个赞。然后呢，接下来看我更多关于R1200GS 的旅途吧。就这样，拜拜。